你记录。是。天津、上海、太原、济南、汉口、南京各报官转，全国统治军舰，无负与无，立以保持中国在东北之主权为己任。无负以身训言。无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直志，兢兢业业，未尝获于。张副司令，我是杜月笙，奉委员长之命，负责在上海接待你。杜老板，你好。好，介绍一下，这位是张啸林，张老板。张副司令，张老板，你好。久闻二位大名，烦劳你们来接学良，非常过意不去。副司令真是太客气了，委员长亲自飞到上海，并且嘱咐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张副司令。我们在当效劳，应该的。谢谢，谢谢。好，这位是我的夫人，于凤芝。哦，夫人好，夫人好。你好，秘书，赵一迪小姐。哦，赵小姐好。赵小姐好。张副司令，夫人，请。啊，请。一会儿，你把9个的礼物给送过去。是。不要让别人发现。是。张副司令，你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吧？挺不错的。杜先生，你也费心了。多谢二位的安排。哈，夫人，你太客气了。能为你们效劳，是我们的荣幸。张副司令，这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又是在法租界里面，主要是安全。二位仁兄的大名，我可是知道的。就算不是租界，还有谁敢动你们的客人呢？那张副司令、夫人、赵小姐，你们先休息一下，晚上我在百乐门为你们接风。本来我跟孝林兄的意思呢，是想把排场做得大一点，可是委员长的意思，你这次来上海，不要太过张扬，所以今天也没有到机场来接你们，主要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啊，请多多包涵啊。好，客从主便。那我们先告辞了。告辞，告辞了，告辞。晚上见。
汉卿，外边凉，来，盖上点儿。大姐，这城市的天空，就是不比乡下都看不到星星。我知道汉卿，你是在想长北斗，想家乡了。大姐，你早些回去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在左右啊。不，我今天想陪你坐会儿，好久没有陪过你了。还发现什么其他异常情况了吗？没有。行，知道了。这件事跟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没别的事了，你下去吧。是。这是什么？赵小姐，门口发现了炸弹。哦，别担心，我检查过了，没有引信。这样，我去找少帅汇报一下。哎，大家还在睡觉，小点声。知道了。小妹，副司令，早上花匠在门口发现了炸弹，这炸弹是安全的，但里面有张纸条。张学良，请你在7天内离开上海，否则第2颗炸弹上来，保证开花。张学良刚刚住进去，就给我来这手。小林兄啊，他这是在跟我叫板啊！我杜月笙在上海滩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那么张学良在此地会不会有什么仇人呢？我不管他有没有仇人，他是委员长，托给我的客人。讲句不好听的话，当狗还要看主人啊！这帮混蛋！都给我听好，给你们3天，3天之内必须给我寻到个字王八蛋。要是到了第4天，你们还没有消息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踏进这个门了。是。日本人那边我已经查过了，可能性不大。我在想，会不会是共产党干的？龙康，从信中的口吻上看，不像是私仇。共产党是不是冲着张学良不抗日来的呢？有道理。老板，信。王亚樵，合肥人，这是个中山先生，反对曹锟、吴佩孚。他曾经暗杀过上海的警察局长，还有公浙前敌总司令。这个人专门暗杀民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我听说委员长都记他一脚。听说过。我张学良远在东北，井水不犯河水。他杀我干什么？我说一句，这个人是苦出身，但是慷慨好义，
大胆任侠，嫉恶如仇啊！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次朝着张副司令来了呢？无非是为了几个钱。他要钱，我给。美金、黄金。杜老板，今天晚上就辛苦你一趟了。好。失礼了，杜老板。侬就是王亚乔，王老板。久仰久仰。岂敢岂敢，来，上座。杜老板，我听说送给181号的礼物给您添了麻烦，深表歉意啊。我晓得王老板不是冲着我杜月笙来的。那是，哈哈，谁不知道这上海的地界儿是您杜老板的呀？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嘛。我早就晓得王老板是个仗义之人，从今往后，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多谢杜老板的抬，这是后话。我现在想单刀直入，跟你谈谈张学良。那王老板的意思呢？张学良必须马上离开上海。杜老板，接着说。我来之前呢，张先生让我给你带个话。如果王老板的组织经费上有什么困难的话，他愿意提供帮助。是这样，杜老板，我跟你说啊，我王亚乔呢，没多少钱，可我却在抗日的时候支持了马占山的抗战。我和我的手下所有的弟兄们都不拿粮饷，把钱全都捐给了马占山。我这个人手下呢也没多少人，可是，在128事变的时候，我支持了19路军3000人。杜老板，我之所以这么对张学良，绝不是为了钱。他张学良作为一名军人啊，先丢了东北，又失了热河，他就是国家的罪人。我作为一名国民，有权利对他制裁。所以，烦请你回去把我这番话转告给张学良。好，是个男人。我离开上海，但我离开上海前，非要见见他不可。不，这样子不行，这样太冒险，实在太冒险了。还是从长计议吧。这么大的事情，得跟蒋委员长商量一下吧。另外，戴笠下午就到了。我张学良就是死在这儿，也比被他们赶出上海好。汉卿，你不能去见他。不行，我们就走。反正我们不是要出国的吗？士可杀，不可辱。如此欺辱我们，这口气不好咽啊！
这日后要是传出去，我们怎见国人？你帮我联系一下，我离开上海前，非要见见这个王亚乔不可。你是张学良？本人就是张学良。你是王老板。老板，谈不上，只是混口饭吃。不知我给你的信看了之后，有什么打算？我希望我们能谈谈。谈可以，就3条。请说。一，马上回北方，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2，如不能，请回东北自杀，谢罪国民。3，既不能战，又不能死，唯有把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支援关外的义勇军。3条路，请你择一而行。等等，你不是王老板，大家都仁义点，山不转水转。你是什么人？路人，路见不平，杀人不过头点地，把少帅安全送上汽车，大家都平安无事。送少帅走。今天的活儿干得漂亮，真不愧是女中豪杰。戴老板，您过奖了，后会有期。张副司令，你放心，我杜月笙就是拼了命，也要保证你在上海的安全。我张学良被人如此无端欺负，只能说明，在中国，抗日即有理，不抗日即无理；抗日即英雄，不抗日即狗熊。我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他赶我出上海，他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他王亚乔赢了，限我1个月。我戒了毒，恢复了身体后我就走。这边请，请。 Marshal, this is the Dean of Shanghai Sanatorium.
This is Dr. Miller from America. I need your help. As long as you cooperate, I guarantee you a successful abstinence. Please sit. Here's my plan.天气真好。是啊，今天确实不错。怎么了？不舒服是不是？快叫医生！哦，好，是 Dr. Miller。哦，米勒医生，米勒，快！来了 ，Help me！ 少帅，烟瘾 Take 犯 your 了。 blood pressure real quick. Breathe slow, breathe slow.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I'm gonna get you back inside and get you more medicine. Okay, just try to relax.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Breathe slow. 放松。 Go inside, get some more medicine. Just try to relax, try to relax. 你们不要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It's okay. 没事吧？ Careful, stay away from him. 你们别管我！ Just let him be. 别管我！ Let him be. Oh my god. 楚飞，楚飞，这样。我听过了第一次，还会听过第二次、第三次。 General, you have great perseverance, but it will come again soon and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bear. It's critical that you stay away from it for at least 1 week. 谭海，找根绳子把我捆起来。日本人，日本人！ 院长，
小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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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汉卿？怎么了？做噩梦了？没有，美梦。小梅，你说我还能重上战场吗？能。宋先生，我在上海这些日子，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咱们两个的关系，就别说这些客套话了，好吧？祝你欧洲之行顺利，我等你的好消息。回来的时候，我来接你。保重。再见。夫人，我们上船吧。好的。窦老板，这些日子叨扰了。哪里，张副司令，保重保重，保重。张副司令，一路顺风。多谢。日军大兵压境，长城一线战事一触即发。现将部队调整如下：傅作义的第7军团防守独石口。是。黄奕哲的第67军先防守古北口，等中央军徐廷瑶的第17军到达之后，再做整补。是。宋哲元的第29军防守喜峰口。是。上阵的第32军防守仑口。是。命令：中央军17军的3个师于3月5日、8日、25日分别进驻指定位置。行动吧。是。何应钦代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责，部署长城抗战。逢关必守，一字摆开。何委员长与蒋委员长都一样的路数，不图打赢，只求不败。狗公你还会背，还会。関東軍はで輝かしい成果を上げた。これから長城を攻めるが、長城は外の敵を遮る障壁であり、東の果ては山海関から西に向かって伸び、九龍港、石門祭、議員港、海嶺港、霊港、東華港、紀宝港、羅文翼、馬蘭翼、湖北港へと続く。この100以上の関所を攻められると思うか？それは土台無理だ。そこには中国人が待ち構えているから、そんな攻め方はしない。いいか、霊港、紀宝港、湖北港さえ落とせば、偉大なる長城も子供のおとぎ話となる。諸軍の軍刀で万里の長城をこじ開け、諸軍の功績で新しいおとぎ話を作り出すのだ。何委员长，军事上的对抗
是包含着攻和守2个方面吧？杨校长，依你之见呢？我们将67、29、32、17、59军一字排开，在关口布兵，这分明是一种防御方针。假如我们能够放弃守势，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是委座的思想是，一面防御一面抵抗，和日本人的关系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所以在军事上，我方绝不主动出击。我们在长城是想打胜仗，还是打败仗啊？那你说我们是能打胜，还是打败呢？这完全取决于战役的指导方针。那依杨校长之见，委座这次批准的战略方针是对还是错呢？那就等战争的结束来评价吧。报告，电报。不到万不得已，不得用兵。蒋中正。长城喜峰口，面对日军铃木、服部2个旅团，一波又一波的轮番冲击，万福林的第53军眼看顶不住了。而奉命换防的宋哲元第29军，正在赶往喜峰口途中。今日中に必ず気泡港ロバ山高地を占領せよ。暗くなる前に取れなかったら
旅长，第5旅全是弹药，全给我炸了！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赵登禹部大刀队，如神兵天降。战斗约2小时，敌寇被大刀砍死数百。长城之破，尽气已失，敌锐气为之一挫，无力反扑，纷纷北退。捷报出班，震动全国。あなた、お食事です。あなた。景之啊，我们的国策还是让位必先安内。眼下剿共的任务依然很严重啊，末日风声无数，北平的事宜只能够全权的交给你了。记住，在坚决抵抗的同时，要做到积极交涉。这是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国力对付强敌外辱的一种策略。頂上前線指揮官坂本中将に打大政府。紀方公の戦いは皇軍の威厳を損なうものであった。ひどい文句だ。前線に来てみよう。ここまで言われるのか。入れ。お前たちの戦況は関東軍司令部東京までに伝わったのだ。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お前もしようか。はい。各部隊、飛行隊、歩兵連隊に命ずる。午後2時、強行攻撃せよ。日军服部旅团向喜峰口发起新一轮攻击的同时，铃木旅团向罗文峪扑来。日军意图很明显，喜峰口受阻，那就去你西线薄弱处另撕一个口子。
线，每一个关口都弥漫在炮火硝烟中。我守关将士上下用命，合力同心。第29军在喜峰口大刀喋血，第17军在古北口、南天门舍命搏杀，第32军在冷口激战震撼。刀光剑影，战局百炼。日军挥师滦东，日军攻陷冷口，日军猛攻喜峰口，战斗僵持不下。给我接尾座。好，我等着。我已经调动了81个师，61万人啦。给我接尾座。什么？5部电话都在用。好吧。委员长他正准备第5次围剿呢。委座。兵法所言，实敌备之，强敌避之，就是教你们在强敌面前如何备之避之，而避免小敌自坚、大敌自轻焉的严重后果。目前绝不要轻言什么抗日，欲抗日先剿共，攘外必先安内，违者严令处置。命令长城全线立即停火。与日军谈判。是。委员长什么意思？命令长城全线停火，后撤，和日军谈判。撤退？为什么撤退？从军事上讲，日本人已经没有了进攻的能力。现在只要我们坚持，撤退的应该是他们。好，作为军人，我服从你的命令，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今天的行为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命令，撤出阵地。是。长城抗战坚持了3个月，终因蒋介石的一道撤令而告终。长城一线关口豁然洞开。此时此刻，国内外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长城战败后，华北已经无险可守。日军突破长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3路挺进，一路逼近通县，一路占据湘北，一路抵达顺义。何应钦遵从蒋介石旨意，于1933年5月25日，派密使傅密云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提出停战提议，继而又于5月31日，派全权代表在塘沽同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份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举国大哗。不忍看，不想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冯玉祥以诗明志，6月15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外交，通电武装保卫察哈尔。1周之后，
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军北征。同盟军连连告捷，国民政府却视为异己。在何应钦3路大军围堵下，至8月9日，冯玉祥被迫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之职。冯玉祥、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战仅仅坚持了55天。蒋介石不顾社会各界的反对及淞沪协定之后，终于还是和日军签署了塘沽协定了。条约规定，中国军队必须撤到延庆、通县、宝坻、宁河以南，而日军则可以据守长城一线，等于把东北3省、热河还有察哈尔白白拱手让给日军，让义勇军和西北军将士的流血牺牲全都化为泡影。而现在，蒋介石是在政治上承认了日军的胜利。蒋介石为什么去签订注定要挨骂的协议呢？很显然，他是急于筹兵啊，他正急于把华北的兵力抽调回来，用在南方来对付我们。如此看来，国民党对苏区的第5次围剿很快就要到来了。蒋介石既然在政治上下了那么大的赌注，在军事上就一定想捞回来。可以想见，他这次进攻的兵力将会是空前的，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放心吧，中央苏区已经粉碎了敌人的4次围剿，这一次同样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我们再看看日本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塘沽协定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到平津以南，这就在北二平、天津和冀东一带留下了一大片真空地带。在这片真空地带，日军既可以建立汉奸组织，扶持伪政权，也可以直接出兵。平津是华北的门户，一旦被日军控制了这里，华北的大门就立刻被打开了，形势十分凶险。他们正在等待时机，制造事端。他们正在谋划，要把华北变成第2个伪满洲国，企图进一步地侵吞我们整个中国。さらに大事なことは、東進鉄道問題の紛糾により、ソ連が絶え間なくウラジオストックに兵を増やし続けております。あなたの考えはいかがですか？私はこれらはいずれも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と考えます。今最も大事なのは占領した地域の管理を強化し、満州国をしっかりと立ち上げることでございます。満州を河北効力の後ろ盾とし。わかりました。难怪人们都说，在意大利，每一栋建筑都不一样，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是啊。Mr. Zhang. Hi. My friend. Hi 的。Hi. Ciao. 你好。Ciao. Marshal Zhang, my dad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and your wife over for dinner. We have already prepared the car. OK。小妹，我还是不去了，您跟大姐去吧，我回去照顾孩子。Please. Prego, di qua.
阿拉萨鲁德。好，干杯！阿拉萨鲁德。尊敬的塞克特先生，你的《中国陆军改革建议书》我看过了，其中就军队的训练和军官的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以及大总兵的建设等各方面的意见非常详细。Sehen Sie mich wirklich so, Mr. Chang？我跟你这么讲，只要我们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50%，就可以把日本人赶进大海。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Wollen Sie mir sagen, dass ich nicht schon genug erzählt hätte？我是讲，希望你能够做我的顾问，就像我的其三人一样。General Chang, wenn ich nicht in der Lage bin, Ihren Wunsch zu erfüllen, ich vertraue darauf, dies wird nicht unsere Freundschaft verletzen. 当然不会了。可是你要是做我的顾问，那就会加深我们的友谊。Ich brauche etwas Zeit zum 我需要时 Überlegen. 间考虑一下。好， Na gut. 那你就在这里多 Dann 住些 bleiben 时 Sie 间 doch 吧。 noch ein paar Tage. Nein, ich muss gehen. Ich muss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Ich kann dies nur dort 回 tun. 到德国去考虑。请。欧阳小姐，塞克特要走，作为他的保健医生，你是有责任的。我做错了什么？没错，有时候不做就是错。我真的不知道我错在哪儿。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留恋一个地方，往往是想念那儿的一个人。Ich hoffe, Sie früh wiederkommen. Ja, es könnte lange dauern. Trotzdem hoffe ich sehr, dass ich eines Tages wieder zurückkehren kann. Herr Segt, gute Reise. Vielen Dank. Es war sehr freundlich von Ihnen, mich zu verabschieden. Sehr gerne. Jederzeit. Danke. Auf Danke. Wiedersehen. 我去送送他。Fräulein Ouyang. Bitte, geben Sie dieses Buch General Zhang. Sehr wichtig. “我刚要下船，塞克特拉住我，小声说：“还有一件事情，请你转告蒋先生，中国和日本的仗一定要打下去。破译敌人的电报是获得情报的重要手段，你们要成立专门机关。这一点，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他可以推荐一个人。”校长，这个人我已经查过了，他是个美国人，全名叫赫伯特·亚德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译了上万条敌人的电报密码，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美国黑市》，这是他的个人资料。去吧。非常感谢我这个德国朋友啊。其实子文也和我提起过这件事，要尽快组建一支能够破译日本密码的专门机构。现在看来是时候了。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了。是，校长。
哦，对了，校长，赛克特做顾问一事还没有消息吗？这件事还在谈，难度比较大。我急于想让他做我的军事顾问，就是想通过他能帮助我国民政府尽快的组建一支得势的机械化部队，来提高我们的国防。校长英明。Wie Sie wissen, hat Herr Chiang Kai-shek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ständig aufgewartet, sie nach China zu entsenden. Aber aus der diplomatischen Position ist die deutsche Botschaft nicht einverstanden, weil wir bald ein Abkommen abschließen werden. Japan will es nicht, dass Deutschland zu nah zu Chiang Kai-sheks Regierung steht. Dieses Problem ist, Deutschland will auch nicht diesen großen chinesischen Markt für militärische Waffen verlieren. Mit allem Respekt, Herr Botschafter, ich muss Sie unterbrechen. Ja, China braucht deutsche Waffen. Aber was China noch mehr benötigt, sind die Fähigkeiten und Instrukteure aus Deutschland. Denn gerade jetzt befinden wir uns in einer militärischen Übung und Vorbereitungstraining für den Kampf. Wenn wir den Chinesen diese Dinge anbieten können, haben wir sie in der Hand. Wenn wir das nicht anbieten können, werden sie sich meiner Information nach an Frankreich wenden. Und wenn das passiert, haben wir China komplett verloren. Das höre ich zum ersten Mal. Ha, ich fürchte, dass es noch viele Dinge gibt, die Sie zum ersten Mal hören. Und das gilt für Ihren Außenminister von Neurath ebenso.张将军，您的欧洲之旅终于得偿所愿。汉卿，蒋先生来电，他说请你回去，说上海为了迎接你，已经成立了迎接委员会。好，马上回国。张学良一行在游历了意大利、英国、德国后，于1934年1月8日，他们一行乘坐的福地伯爵号客轮停靠在了上海16铺码头。啊，宋先生，汉卿终于回来了啊！汉卿，林老，陈先生，夫人，我们走吧。好的，请吧。张学良先生，张学良先生，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张经理说一下吧。学良，此次回国，是应蒋委员长之电召。本人是中国之国民，为中国而出国，为中国而回国，但求能尽国民之责任而已。学良此次赶赴欧洲考察，印象和感想颇深，是非片言所能尽的。张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您此次回国有什么打算呢？学良此次回国，今后一切行止，悉听命于中央，愿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为国效力。啊，知道了，赛克特，安全下船以后，你们就把它安排好。好，您报命。新しい武官長です。宮様、ご無沙汰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ほどなく我々は王道楽堂を作ります。本日は新しい町の
計画図をお持ちいたしました。見せてください。はい。どうぞ。こちらが新京大通り。これが八大建築。こちらは関東軍司令部。そしてこちらが高級であります。よろしい。木をたくさん植えるように。満州を一つの手本として亜州の他の地方にも広げればよい。シナも含めてな。はい。皇上，这天凉着呢，您把帽子戴上啊！天凉吗？凉着呢。我怎么觉得浑身都发热呢？哎呦，皇上，您那是心里头暖和，你身子骨受不了啊！皇上，您戴上吧。皇上，光绪爷的龙袍从老太妃那儿请回来了。不穿我大清的龙袍，我来这苦寒之地干什么？就是为了大元帅府吗？皇上，是臣等无能，有辱祖宗啊！皇帝陛下，皇帝陛下，皇上。満州の習慣に鑑み、天や祖先に祈る時だけは竜の礼服を着用するのを認めるが、即位の時は必ず元帥の洋服を着用いただきたい。必須穿元帥服。失政でお望み通り即位なされ、皇帝と称され、一体何がご不満なのですか？皇上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年号康德。
鲁迅先生，你身体好吗？谢谢会长的关怀，咳嗽轻微些了。你要知道，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说得好啊！我们现在都应该把生命和身体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如今清废帝又派一帮小丑在长春粉墨登场，这就是历史的倒退啊！大中国又分裂出一个小满洲，什么皇帝？分明是日本人扶持的傀儡。乱臣贼子，国人皆曰可杀。日本人贪婪的野心是不可估量的，伪满洲国只是一个开始。对于中国，他必于最终吞没之而后快。唤醒民众，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民众知道事件的真相，知道日本人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知道这个末代皇帝如何贼心不死，置耻辱而不顾，心甘情愿地去抱日本人的大腿。国民觉醒，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Zusammenfassen. Gebe Ihnen die 3 Prinzipien der chinesischen Armee. 3个指导思想。Erstens. 第一 Armee begründet Recht 军队 zum 为 Herrschen. 统治权之基础。 Zweitens. 第二 Die Stärke einer Armee liegt in ihrer 军队 Qualität. 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Drittens. 第三 das Potenzial zu realisieren, 军队作战潜能 braucht jede Armee ein starkes, trainiertes Offizierskorps. 之培养 Dieses Potenzial zu 由此你们可 aktivieren, 知 müssen 军事强权 Offiziere 在国家政治 starken 中的巨大作用。 nationalen Führung 这必须 dienen, 是 mit einem 一 Ziel 心一德 und 的 einer Vision. 一元化领导。委员长，学良愿做您的侍从室主任，跟在您身边多学习。千里目，岂能便施于草芥之间呢？那您就把最难的事交给我去做吧。安庆，一个多事之秋，多的就是困难之事。请委员长示下，学良愿肝脑涂地，为委员长排忧解难。来到这个西吴，让我想起苏东坡写的一首关于杭州的一首诗啊：大千起灭一人离，未觉杭阴谁雌雄。历史的兴衰，往往也取决于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啊。是啊，人莫过于一颗颗尘埃，而历史又都是由人来写的。你刚才说让我把最困难的事情交给你，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东北的问题呢？共产党与之东北要困难得多。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这是他人望尘莫及的。
哎呀，主席，马骑得很好啊。主席说好，我就更有信心了。好就是好啊。隋同志，真不愧是马上虎豹啊，水中蛟龙啊！谢谢主席夸奖。马祖地龙飞快呀，公如霹雳仙境。了却苍生抗战时，赢得中华天下民啊！可怜白发生，哎，不能白发生啊！好一个不能白发生！主席，改得好啊！打败日本侵略者，还需要等到白头发都生出来吗？这些都是小把戏。怎能比隋同志驰骋疆场，八面威风呢？哪里，还要向主席多多学习啊！马上要出发了，来向主席道个别。看得出您心情好多了，身体也好多了，我们一直很惦念您啊。有人呐说我已经死了，连共产国际也给我们发来了唁电，高度评价我，说我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是我不是没有死吗？历史使命不也还没有完成吗？怎么样啊？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你那里有多少人呢？6000多人，可谓是兵强马壮啊。隋同志，你知道此次北上的意义吗？北上抗日，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说得不错。第5次反围剿的初期啊，我就说过，建议我们的红军挺进到苏浙湾地区。可是我的意见呢，没有被采纳。那时啊，我也没有权利啊，所以这条路啊，要靠你们来走。主席，您说的对，我记住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现在是中华民族一个大的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头。有志的年轻人呐，要立志做些大事情啊，做改变国家命运的大事情啊。是，那就祝你胜利凯旋。谢谢主席，一路平安。我走了，主席保重。出发吧。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作战，在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啊。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主席好兴致啊！这一边行军，还可以一边吟诗。我这个苏维埃主席马上就要离开自己的共和国了，我只是啊有感而发呀。你看，这半年来，蒋介石在我们周围修建了无数的碉堡和据点，近100万大军啊，利用这些坚固的工事，层层包围，步步紧逼，把我们8万多红军压缩在这日益狭小的区域。
所以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啊。蒋介石修的这些个公路碉堡，花了大本钱呢，但是啊，确实也起了大作用。我们被这些公路碉堡挤压得快动不了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啊，只有选择战略转移，突围出去，北上抗日，这样才有出路啊。